一位女子被2个色魔追赶，不小心跌倒在地，色魔开始施展拳脚，女子只能发出尖叫声。这时3位书生路过此地，看到眼前这一幕，上前赶跑了2个强盗。女子白皙的肌肤深深地吸引了书生，他们3个一起围了上来，把女子摁倒在地，准备好好的享受人间一大乐事。突然出现一束奇异的花，里面长满了尖锐的牙齿。3个书生还在享受，下一秒1个人就死在了藤蔓下面，剩余2人只好逃命。这位美貌的女子不是人，而是一只妖。只见她身边聚集无数的花瓣，飞到天上，展现出了真面目，用藤蔓缠住了一个书生。就在这时，一位道长出现，施展绝技大河之剑添上来，割断了藤蔓。他要除掉这只妖，突然妖怪的身后出现巨大的藤蔓，牢牢地缠住道长。他的法力实在太浅，死在了这只妖怪的藤蔓之下。真善良，已经喜欢上了常在田。看看这只妖是怎么魅惑男人的。官人，今晚你寂寞吗？你的胸膛有这么结实吗？伸腿撩开。这些还远远不够，还向老前辈请教技巧。魅惑男人啊，有8项基本功：升台行表、吹拉弹唱。小玉认真地学着技术。过了几天，趁着夜色，他来到常在田的房内，自带闪光灯，开始展示这些天所学的技巧。面对婀娜多姿的小玉，常在田只能通过念经来压制住欲望，毕竟他还是凡人，还是抵挡不住诱惑。这时，道长刚和魏新喝完酒，突然手上的宝石有了反应，他已经察觉到妖的存在，连忙赶到屋内，还没动手，小玉就消失在眼前。这次的刺杀又没成功，姐姐真的怒了，用藤蔓惩罚了小玉。他们2个本是一体双生，妹妹受伤，姐姐身上也会出现同样的伤。自从被男人伤过，她就立下誓言，绝不会再次被男人伤害。为了村子的安全，道长在村中设下法坛，准备收服这里的妖怪。就在这时，天空乌云密布，无数的花瓣散落，葛金从天而降，还带来了4只妖怪，花瓣形成锋利的匕首。村民看见了，四处逃散，常在田却傻傻地站在那里。幸好道长替他挡住了致命一击，他跳到房顶，想要破掉葛金的防御，没想到无数的花瓣包围了道长。此时另外2只妖怪盯上了常在田，还好小玉及时赶到，挡住了他们的进攻。道长忍不住了，使出惊天动地的绝招。最终葛金还是化成花瓣逃走了。常在田在这场打斗中受了伤，小玉用自己的血给他治疗，而此时的葛金已经完全黑化。小玉治疗完后，来到了姐姐身边，她把以前的事情都告诉了小玉，这让她感觉到前所未有的难过。村里的人经过这次的劫难，准备叫上道长彻底除掉妖怪。先是给村民分发符咒，黄色的符咒贴到武器上面就会变得锋利无比，斩断一切；白色符咒贴在手臂上将会力大无穷。有了这些，他们便有信心消灭妖怪。很快便来到山上的大树前，道长一张符咒就破开了树门，来到了妖怪的洞穴。好戏才刚刚开始，他只使用1成功力就破坏了道长的结界，随后用红布干扰他的视线，他只好闭目养神，用超强的听力找寻位置。葛金从天而降，道长成功的躲掉，
还用符咒挡住了攻击。此时的村民已经死伤殆尽，根本就不是妖怪的对手。常在田找到了小玉，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拨开藤蔓，想要救小玉出来。他早已对常在田起了杀心，控制一把匕首悬在他的后面，可是却始终下不去手。看着他双手沾满鲜血，往事一幕幕出现在小玉脑海中，他的心被软化了。常在田拉着他的手逃了出去，而另一边，道长被2个妖怪控制住。葛金趁机找到了他们，一个想要杀掉常在田，而另一个是想救他。常在田被定在了半空中，葛金散开花瓣，割伤了常在田，眼看他的生命有危险。小玉直接向姐姐发起了攻击，可是自己也受到了伤害。葛金刚想结束他的生命，被小玉阻止，他们2个打了起来。经过一番激烈的打斗，小玉不是姐姐的对手，他们2个都被控制住。道长这时摆脱妖怪，从葛金手中救下了他们。他要使出绝招，只见他盘旋而上，被红色花瓣包围，形成了一双巨大的翅膀。无数花瓣向道长发起进攻，道长双手结印，轻松地破了他的这一招，还用龙卷风困住了葛金，使出最后一招，想要彻底消灭妖怪。在烈火的灼烧下，葛金爆发出了他的潜能，释放出他背后真正的妖皇。他的力量非常强大，能吞下天地间任何东西，然后释放巨大的能量。爆炸过后，常在田醒了过来，说出了这一切的真相。原来他当年进京赶考，好不容易考取功名，却被人陷害，功名被替，流落街头，连乞丐都不如，最后被相府收留，强许女儿给他，从此过上了行尸走肉的生活。只想回乡找到曹小姐，却没想到带来了麻烦。如果不断了这念想，相国将会平了陆九村，只能选择忘掉曾经的美好。为了保护曹小姐，含泪写下休书。常在田愿意以死谢罪，随后就被一剑穿心而死。小玉眼看心爱之人已经离去，拿起发簪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葛金也变回原样，缓缓地落在地上。2人最后化成红白相间的花瓣，消失在人间。其实爱一个人比恨一个人更快乐。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。